爷爷在临终前给我塞了张纸条，上面写着我30岁时会有一场大运和大劫。我本以为这只是一句玩笑话，可在30岁当天，我凭着试一试的想法买了张彩票，没想到竟然中了500万。我当即拿着彩票去兑奖，谁料女店员看都没看，就断定我的彩票是假的。不可能，这可是我昨天从你家店买的，怎么可能是假的？还在这跟我演戏，是不是假的？你自己不清楚吗？我看你就是想钱想疯了。听到店员的话，我心里有种不祥的预感。要是兑不了奖，那你就把彩票还给我。还给你，然后你再去别家骗，别做梦了。这张假票我没收了，再捣乱的话，别怪我报警。说着，女店员就要把我轰出去，可当她的手刚碰到我时，我直接躺倒在了地上。打人了！这个彩票店不仅抢彩票，居然还敢打我！听到我的动静，店门外的人纷纷都围了过来。大家别信他，这人拿了张假彩票就想来骗钱，被我识破后在这撒泼耍赖。现在的骗子真是为了钱，连脸都不要了。你说假的就是假的，我这可是有转账记录和出票视频，你们不分青红皂白就说是假的，还抢我的票，有王法吗？假票就是假票，根据规定我有权没收。此话一出，我猛地坐起身。哪条法律规定你们能单方面认定这是假票并没收？你们有司法鉴定资质，还是你们是执法机关？说完，下一秒，周围看热闹的人便开始议论了起来。就算是假币也得银行收，你们凭什么收人家彩票？小伙子说的对，没资质凭什么没收？赶紧把票还人家！这小伙子看着就不像骗子，你又没执法权，现在属于违法。周围人的指责一句接一句，李娟被对得哑口无言，直接掏出了手机。你等着，我现在就叫店长过来，让他来收拾你。没过一会儿，店长吴海就从门外走了进来，先对李娟呵斥了一句：怎么回事？一点规矩都没有，让外人看笑话。吴店长，他拿假彩票来兑500万，被我识破，不仅在那撒泼，还诬陷我们打人。听完女店员的话，吴海摆了摆手，带着一脸笑容伸手想要扶我。这位先生，我是这里的店长吴海，地上粮，有什么话起来慢慢说，我们绝对不会亏待任何一位真彩民，也绝不会让假票钻空子。这才是老狐狸，三两句话不仅把群众的火气压了下去，还树立起了一个公正的形象。吴主管，我就想要个说法，这票是我昨天在你们这儿买的，现在你们不仅说是假的，还要没收，我不服。真假不是靠嘴说的。说完，吴海拿过彩票，先是对着光照了照，然后又摸了摸纸张的手感，随即叹了口气，把彩票拍在柜台上。先生，您这票确实有问题。什么问题？纸质不对，还有这防伪码看着挺像，实际上跟真的差远了，专业人士一眼就能看出来。说到这里，吴海故意顿了顿，而且这上面的序列号没有任何出票记录，我在系统里根本查不到。说白了，这就是一张伪造的假票。此话一出，人群瞬间炸开。查不到记录，小伙子看着挺老实，整半天是个造假的，太可恨了。还好店长眼尖，不然岂不是要被骗500万？刚才还站在我这边的人瞬间倒戈，纷纷开始对我指指点点。吴海的嘴角勾起一抹不易察觉的笑，眼神蔑视地看向我。先生，假票按规定必须没收销毁，念你初犯，我就不追究你诈骗的责任了。你走吧。慢着，我这里有证据。我拿出手机，点开了一段视频，这是我昨天买票时候拍的视频，全程无剪辑，一镜到底，连出票机上的时间和你这家店的编号都拍的有。听到我的话，吴海明显愣了一下。视频能说明什么？现在 AI 合成借位拍摄多的是，随便做个假视频还不容易。再说了，你怎么证明视频里的票就是你拿来的这张？我有转账记录，彩票上也有销售网点编号，所有证据都能证明我买了票。你凭什么说我这张是假的？此话一出，吴海瞬间变了脸色。凭我是店长，凭系统里没有记录，我说这是假的，它就是假的。今天这张票我必须没收，你要是再闹，就是妨碍公务。说完，吴海把彩票放进裤兜就要往外走，我上前一步拦住他。你敢没收，我就报警。报警？那正好。吴海掏出手机，当着我的面拨通了电话。警察同志们，我们店里有人拿伪造彩票诈骗，数额500万元，还在现场闹事，麻烦你们过来处理一下。挂完电话后，吴海嚣张地看着我，我倒要看看警察来了谁还敢帮你说话。听到他的话，我表面故作愤怒，心里却异常平静。他不过想用警察来吓唬我，可他不知道我早就留了后手。没过一会儿，两位民警走了进来，吴海看到后，立马一脸谄媚地应了上去。警官您好，我是这里的店长吴海，这里有人拿假彩票企图来诈骗500万元，被我们识破后不仅不走，还在我家店里闹事。没等吴海说完，我直接把我现有的证据全部拿了出来。警察叔叔，我不是来诈骗的，这是我购买彩票的转账记录、付款截图和出票全程视频，还有我和女店员的对话录音。我把证据一样一样都摆了出来。张正义看着我的手机，眉头渐渐皱起。吴店长，这视频里的出票过程很清晰，就是你店里的机器，你怎么解释？现在的 AI 技术您应该知道，随便就能剪辑出假视频，而且就算他真在我这儿买过票，也不代表这张是真的。只要我咬死这是高仿票，看这小子怎么办。此话一出，两位警察都面露难色。张队这情况有点复杂，视频真假不好判断，而且彩票是唯一凭证，系统里又没记录。
听完此话，张正义思考了片刻。这样吧，彩票先交给我们带回局里做司法鉴定，真假一验就知道。你们俩也跟我们回所里做个笔录，把事情说清楚。没问题，配合警方工作是我们应该做的。说着，吴海从口袋中掏出彩票，可就在此刻，我明显看到他的手腕突然一抖，价值500万的彩票瞬间断成了2截。吴海故作慌乱，手一松，2截彩票掉在地上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这纸太脆了，假票质量就是不行，一拿就碎。吴海一边说着，一边假装去捡，脚底不小心踩在其中一截上，狠狠地碾了几下。现在看你能怎么办？这种毁坏程度，即便可以拼凑起来，也绝对无法兑奖了。反应过来的张正义脸色瞬间沉了下来，一把推开吴海。吴海，你知不知道你这是在损毁涉案财物？听到张正义的话，吴海一脸无辜，我真不是故意的，就是张假票而已，撕了也没什么，正好免得流出去害人。我看着地上的碎彩票，表面一脸呆滞，心里却掀起一阵冷笑。他果然会摧毁证据，但他不知道的是，这张被撕碎的彩票根本不是真票。看着地上的碎彩票，张正义轻叹一声，转头看向了我。照谨慎，现在彩票被毁，物证就没了，事情性质也就变了。不管这彩票是真是假，你先跟我们回所里把事情说清楚。警官，我就不用去了吧？店里还有其他事要忙，而且我真不是故意的，就是手滑。看到吴海一副事不关己的模样，张正义一脸怒意。你必须去损毁涉案财物，你必须跟我们回去说明情况。我可以让小王等你把店铺关了再去警局。说完，张正义正要带人离开，我却站在原地一动不动。下一秒，我缓缓从贴身内口袋里掏出另一部手机，高高举在众人面前，屏幕上直播界面清晰，弹幕如同瀑布一样疯狂刷屏。这店长绝对是故意的，必须抓起来！主播别怕，我们都看着呢，所有过程都录下来了。看到这些弹幕，张正义瞳孔一缩，看向我的眼神都变了。你一直在直播？从踏进这家店开始，直播就没停过，全程高清录制，所有过程都被录在了里面。说着，我滑动手机屏幕，调出另一张图片。这是我昨日委托检验中心出具的彩票真伪鉴定书，不仅带有公章，还具备法律效力。其实我是为打假主播，这次行动是因为我有个朋友的父亲在这店里中了2等奖，被他们用同样的手段吞了彩票，老人气得脑溢血离世了。我今天来就是替他讨个公道。话音刚落，张正义严肃地看着我。那你想怎么讨回公道？听完张正义说的话，我缓缓摊开手，一张完整的彩票赫然出现。刚才被撕掉的彩票其实是一张高仿票，而我手上的这一张才是真的。话音刚落，围观的群众瞬间炸了，怒骂声此起彼伏。原来是这样，这家店长太不是人了，为了钱就逼死老人。把吴海和那个女的都抓起来，都不是什么好东西。听到周围人的议论声，张正义皱起了眉头，当场做出决定。既然真票还在，那就不用回所里了，就在这里当场验票。此话一出，吴海和女店员的脸色瞬间僵住，刚才的嚣张荡然无存。吴海强装镇定的开口：你少在这儿骗人，这张也绝对是假的。是不是假的？机器一验便知。我今天来就是来兑奖的。我将真票递出，吴海吓得连连后退，根本不敢接。张正义上前一步，直接拿过我手中的彩票。吴海当着所有人的面再验一次，能造一张假的，就能造2张，这张也是假的。既然你说是假的，那就用机器扫描验证一下。听到这句话，吴海只好颤颤巍巍地把彩票塞进验票机。下一秒，中奖提示音轰然响起，恭喜中奖，1等奖，奖金500万元。听到这个声音，吴海双腿直接瘫坐在地，面如死灰。一旁的人群瞬间炸开了锅。卧槽，真是头奖！这店长刚才还当众撕票，这要是没留一手，这小伙子不得冤死！听着周围人的议论声，我走到吴海的面前，语气平静却压迫感十足。吴店长，你不是说一眼就能辨真假吗？现在怎么看错了？这张是我看走眼了，但上一张我确定是假票。既然你确定上一张是假票，为什么还要偷偷把碎票捡起来藏进自己钱包？说着，我拿出手机，点开一段视频，画面里正是吴海捡彩票碎片的全过程。是不是因为只要2维码完整，就算票碎了，你也能在后台偷偷兑奖？此话一出，吴海脸色瞬间惨白。这是你早就设计好的？是你们的所作所为逼我设计的，我就是想看看你们是不是真的敢明目张胆的毁票吞奖。话音未落，张正义脸色铁青，掏出手铐走到吴海面前。吴海，你涉嫌故意损毁财物、诈骗，现在正式对你进行传唤，跟我们走一趟。我没有，是他陷害的我。吴海疯狂挣扎嘶吼，却被王警察上前反手将其铐住。女店员吓得瘫在了地上，慌忙求饶：警官，不关我的事，都是吴海逼我的，我只是来打工的，什么都不知道。是不是陷害？是不是你的主意？回局里一查便知。这家彩票店敢这么明目张胆的吞票，吴海的身后绝对还有人。看着警车渐渐远去，围观的人群也陆续散去。我刚关闭直播，就在这时，手机突然响起，是一个陌生的号码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接通了电话。赵谨慎对吧？吴海是我的人，你敢动他，是不是活腻歪了？听到这句话，我强压下心中的慌乱，悄悄地打开了手机的录音，故作强硬：你是谁？吴海是咎由自取，是他自己贪心，吞了彩民的奖金，逼死了老人，被抓纯属活该。我话音刚落，电话那头便传来一声冷笑：在这一片，我让他吞他就吞，让他死他就得死。识相点，把你手里的真彩票交出来，删掉所有的录像和录音，滚出这里，永远别回来。说到这里，对方又顿了顿，
我可以饶你和你家人一命，另外再给你一笔钱，比你中的500万还多，够你一辈子衣食无忧。但别给脸不要脸，我可没耐心跟你耗。我凭什么相信你？我故意拖延时间，将我的定位发给了搭档林默，并附带一条消息：速带靠谱的警察过来，对方是吴海后台，想要抢彩票灭口。消息发出的瞬间，对方像是被激怒了的野兽。你没得选，半小时后，人民广场中央的雕塑下，就你一个人来，不许带任何人，更不许报警。敢耍花样，你就等着给你的家人收尸。话音刚落，电话就被狠狠挂断。我再也压制不住心底的慌乱，大口喘着粗气，忽然察觉到斜对面的车里，一道冰冷的目光正死死地锁着我。我立刻躲到路边大树后，这棵树前立着2米高的公交站牌，还有浓密的绿化带，刚好把斜对角的视线彻底挡住。还好选了这棵树躲着，斜对角那辆尾号378的车，视线被站牌和绿化带挡得严严实实，他们压根看不到我这边。想到这里，我低头假装刷手机，眼角余光瞟向斜对角，那道冰冷的目光仍锁在树前的空地上，并未察觉树后有人。这帮人盯得紧，但也就这点能耐，选人民广场就是个陷阱，看着人多，实则是想抢票后趁乱灭口，彻底掩盖他们的罪行。但我不能退缩，不然那个老人就没了公道，还会有更多彩民被坑，不能再让吴海这帮人继续逍遥法外。刚想到这里，那个陌生号码又打了过来，我压下心中慌乱，接通了电话。可以去交易，但我有个条件，你必须先保证交易完成之后，绝不伤害我和我的家人，也不能再找我的麻烦。废什么话，我可没时间跟你讨价还价，你最好给我准时到，带好彩票和手机，把所有证据都删掉，否则后果自负。说完，对方又直接挂断了电话，没有丝毫的商量余地。我心中突然燃起一丝怒火。我不能任由他摆布，我要把所有证据云端存1份，再发给林默邮箱1份，这样就算手机被抢，证据也丢不了。我刚存好最后1份备份，林默带着一位穿着便衣的老警察跑到了我的身前。谨慎，可算是找到你了。这位是李建国警官，他听说了情况后，立刻就赶了过来，还带了便衣警员在附近隐蔽着。李建国上来没有多余的寒暄，目光快速扫过四周，看到那辆尾号378的车，目光瞬间变得锐利，眉头微微皱起。赵先生，对面有辆尾号378的车，非常可疑，应该是对方派来监视你的。没错，从吴海被抓后就停在那，一直盯着这边，但他们视线被站牌挡着，看不到树后。说完，我指向那辆车。李建国顺着我手指的方向瞟了一眼，确认他们看不到我们后，拿出对讲机。注意，目标车辆尾号378，位于彩票店斜对角，密切监视，不要打草惊蛇，等待指令。收到。听到答复后，李建国转头看向我。赵先生，情况林默都跟我说了，对方叫张强，是吴海的同乡兼后台，俩人私吞彩民奖金好几年了。他让你去人民广场交易，就是想抢彩票灭口。你按他要求，一个人去雕塑下稳住他，我们的便衣在广场四周埋伏，全程盯着你。说着，李建国掏出一支微型录音笔、摄像头和耳机递了过来，把录音笔贴身放，要全程开着，摄像头别在外套的纽扣上，拍清交易过程和张强的脸，戴上耳机，我和林默可以远程给你指导，这些都会是关键证据。听到李建国的话，我调试好所有设备后，看向李建国。李警官，我明白，我会配合你们，尽量拖延时间。记住，别激怒他，他一旦抢票或动手，我们会立刻冲上去。现在只剩20分钟了，你步行过去，我们的人会悄悄跟着你。我点了点头，转身就朝人民广场走去。与此同时，便衣警员悄悄散开，不远不近地跟在我身后，而那辆尾号378的车也缓缓地跟了上来，像一条吐信的毒蛇，死死咬着我的踪迹。我故意放慢脚步，假装看路边的商铺，眼角余光却紧盯车尾。这时，蓝牙耳机里传来了李建国的声音：谨慎，黑车在你身后50米，至少2个人，别回头继续走。听到这句话，我脑海里飞速盘算着，张强暴躁多疑又贪婪，稍微示弱定能多拖些时间。10几分钟后，我走到人民广场的雕塑下，手指在屏幕上滑动，假装删除证据，实测悄悄打开了录屏。就在这时，张强走到了我面前，上下打量了我一番。彩票呢？证据删了没？听到张强的询问，我故意装出紧张的样子，把真彩票递了过去，同时举起手机，屏幕上亮着正在删除文件的界面。彩票在这，证据正在删，你别着急。看到我拿出了的彩票，张强眼里闪过一抹贪婪，喉结一动，伸手就要抢。我连忙假装害怕的缩手后退。你别着急，等我删完证据，你得先给钱，还要保证不伤害我和我的家人。你找死！说完，张强右手伸手向我抓来，左手又掏出一把匕首。我吓得往后踉跄一步，假装摔倒在地，彩票也顺势掉在地上。就在张强弯腰去捡的瞬间，李建国的喝声骤然炸响：不许动！警察，放下武器！与此同时，周围早已埋伏的便衣警员瞬间从四周冲出。张强见警察冲来，脸色骤变，慌乱中一把抓起彩票就要跑。2个便衣警察狠狠将他按在地。张强扭动着身体，虚张声势：你们敢动我，我背后有人！背后有人！今天就算天王老子来了，也救不了你这个祸害彩民的败类。赵谨慎，你这个杂碎，我跟你没完！做鬼也不会放过你！看到张强疯狂的样子，我站在一旁，眼神冰冷。你做的亏心事太多了，就算做鬼也有人收拾你。把嫌疑人张强带回警局和吴海一起审讯，另外把尾号378那辆车上的人也带回来，排查是否还有同伙。审讯室里，吴海正坐在审讯椅上，见李建国带着张强进来，瞬间慌了神。张强看到吴海，更是像抓住了救命稻草。
吴海，你个孬种，都是你出的馊主意，说什么吞了彩票神不知鬼不觉，现在倒好，把我也拉下水了。听到这句话，吴海脸色瞬间惨白，猛地拍桌：张强，你少他妈血口喷人！明明是你让我这么做的，我不过是帮你跑腿的。你他妈放屁！是你把那位老人的彩票换成假的，还把人推出了门。别吵了，你们的每一句话都会成为呈堂证供，所有证据我都已掌握。从3年前起，你们就共私吞7位彩民的奖金，小至几千，大至上百万，还有什么好抵赖的？说完，王建国将一叠证据拍在2人面前。吴海只看了一眼，瞬间崩溃。一旁的张强也知道自己逃不掉，嘴角扯出一抹苦笑。我认，我全认。听到张强的话，李建国拿起了笔，盯着张强。老实交代，你们是怎么操作私吞彩民奖金的？还有没有其他同伙？就我和吴海，没有其他同伙，我俩是同乡。我托关系帮他盘下彩票店，还找人改了出票系统。彩民中大奖看着好欺负，就说票是假的，直接没收；遇上硬气的就假装核实，再故意毁票。小奖我们偶尔也扣，时间长了也没人怀疑。那你们为什么敢对赵谨慎下死手？因为他是打假主播，我们怕他查到底，把这些年的事儿全抖出来，那我们就彻底完了。吴海说他有赵谨慎的住址，只要做掉他，删了证据，就没人知道。我一时糊涂就答应了。话音刚落，一旁的吴海瞬间急了：张强，你别他娘的把所有责任都推给我！是你说赵谨慎不死，我们永无宁日。够了！你们2人私吞彩民奖金，损毁涉案财物，还意图故意杀人，证据确凿，等待你们的只有法律的严惩。最终500万奖金顺利对取，我将老人应得的奖金尽数送到其家属手中，余下的钱捐给了公益组织。彩票行业因这起案件开展全面整顿，诸多违规店家被查处，吴海与张强数罪并罚获重刑，那些被私吞的奖金也陆续归还给彩民。正义虽迟但到，此后再无彩民因中奖被欺，世间多了几分清朗。